大家好，我是猫盾，今天我们来聊全新品质的传世风物质。活动一共有7天，根据官方发布的公告，只要在活动期间签到满5天，就可以直接获得100抽。这个福利好像是比陆服更好的，印象中陆服当时只送了50抽，只有台服的一半。传世风物质的抽卡令一样会分成2种，一种是限时的昆凌令，活动结束后就会全部回收。所以一定要及时用完，登录活动送的就是这种。另一种就是可以保留的前清令，活动结束也不会被回收。陆服版本这里，每天商店还可以拿一个免费的昆凌令，然后还可以用换星来买40个。接着就是可保留的前清令，商店这里只卖了20个，所以是比较稀有的。整个活动中，白嫖玩家一共可以获得160抽，其他的就是要氪金才能获得的了。每期传世风物质只会有2张橙色风物质，这是我们的目标，其他都是紫色和蓝色用来凑数的。传世风物质的保底是25抽，所以还是很好抽的。光是送的100抽，再加上商店买的60抽，就能保底获得6张传世风物质。而且传世风物质也和大池一样，在抽到一定的次数后就会送抽取令，150抽还会获得一个可以自选的箱子。所以比起一般的风物质要在大海里捞针，其实传世风物质是会更加好抽，更好凑齐战斗技能的，尤其是对氪老来说更是如此。不同主题的保底次数会单独计算，如果这次没抽完，下次回来还抽同样的主题，保底次数就会续成。不过每一期的传世风物质都只能在3期中选一个池来抽，所以还是建议大家直接把每期的保底次数都抽完。对于无氪玩家来说，由于150抽会送一个自选，所以只要每期都无脑抽到150就可以了。剩下可以保留的前清令就留着给下次吧。现在还无法确定台服是不是每次都会送100抽，如果不会，那么无氪玩家就会需要这些前清令来凑到150抽。卡池里的紫色和蓝色风物质会根据玩家所处的赛季而定，里面都是当期大池里面的紫色和蓝色风物质，不会再有新加入的。老区应该有很多紫色和蓝色风物质都是满了的，所以这也是一个可以拿风物质之灵的好地方。如果你是新区的玩家，千万要记得，紫色的风物质只升到3星就足够了，除非是当期新的风物质能领取奖励的，否则千万不要浪费风物质之灵，去把紫色风物质升到4星，风物质之灵可是非常缺的。视频的最后也会实际的让大家看看抽取的概率，现在就让我们先一步去看传世风物质的技能。在风物质界面这里，右下角会多开放一个珍品屋，传世风物质都会放在这里。同时可装备的战斗技能也会变成3个，如果这期没有，那就是下期。纠正一下，陆服一共是开了4期的传世风物质，每一期都会有2个风物质所组成一个战斗技能。第一个风物质时钟日月，增加的是最终伤害增加和减免。第二个风物质苍球所，增加的也是最终伤害增加和减免。你说如此普通的属性，怎么也配叫传世风物质？其实传世风物质的重点都在战斗技能上，说白了，这就是一个专门用来抽战斗技能的系统，里面的风物质是完全不重要的，抽哪个都一样，重点只是你的战斗技能能抽到几星而已。所以平均的出是比只出其中一种好的。如果有抽到自选箱，也一定要留到最后去补还没有5星的那个。本次传世风物质的战斗技能是镇压邪祟。技能的第一个效果会使敌方首次释放命魂技后2次普攻恢复的命魂值降低15点。如果对方没有这个战斗技能，那么双方命魂值恢复的速度就会出现差距。不用说，先放命魂技的一方一定会更有优势。第二个效果会在我方释放命魂技时，或命魂值满200，却没有命魂技可释放时，100%概率使敌方格挡率降低5%，并使敌方造成的伤害结果与伤害结果减免降低10%，最多可叠加4层。
现在平均一场战斗最少也能放出2次命魂技，所以最少也是双向40%的伤害结果差距，这个影响还是蛮大的。镇压邪祟在 PVP 上基本上会长期占据一个战斗技能的位置，所以是必抽的战斗技能。镇压邪祟3星才会有50%概率降低格挡率，只能叠1层，而且每次敌方普攻后降低的命魂值也只有8点，其实2个效果都不太够用。4星有75%概率可以叠2层，降低的命魂值也来到了11点，算是勉强可以用了。只有到了5星，概率才会提升到100%，并且才会有最重要的伤害结果增加和减免。所以5星才是完全梯，有条件的氪佬可以直接拉满5星。传世风物质没有无火，只有5星就满了。2个风物质都抽到3星，战斗技能的等级就是3星，所以战斗技能满级需要的抽数也会比普通战斗技能的抽数少了很多。最怕的也只是出的太偏，其中一个老是抽不出来而已。最后就来分享一下陆服当时的抽取记录吧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